一个刚刚守寡的女人面对突如其来的丧夫之痛，能否看穿那看似关怀备至的婆婆背后的算计当一切真相？揭开她会选择逆来顺受还是奋起反击？这是一个关于母女情深与人性考验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自我救赎与重生的真实写照。王志国去世那天，天灰的像蒙了尘的镜子。车祸发生在早晨8点多，他骑着电动车去工地上班，拐弯处一辆载满砖头的重型卡车突然失控，直接压了上去。那一刻，我张雨薇正在家里收拾早餐，锅里的白粥还冒着热气，手机却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冰冷而残酷的宣布了他的死亡消息。4年婚姻一夕成空，我仿佛掉进了无底深渊，哭的喉咙都喊哑了。婆。陈彩凤听到消息后，连夜从老家南通农村赶来，带着一脸的悲痛和疲惫。还有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女孩小芳说，是她老家邻居的外甥女过来帮忙。李后氏婆婆拉着我的手，一边抹着泪，一边劝慰雨薇啊，别哭了，你这样小伟在天上也不安心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我来照顾你，咱们娘俩相依为命，好不好？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一根绳紧紧勒住，酸得无法呼吸。小芳也在旁边低声安慰，递过纸巾，但她的眼神总是偷偷瞟向我的房间和橱柜，似乎在寻找什么。丧事繁琐，3天3夜，我几乎没怎么合眼。婆婆忙前忙后帮我接待亲友，还特意炖了鸡汤，说要给我补补身子。我喝下去的时候，发现汤里有一丝奇怪的苦味，但当时太累了，也没多想。小芳偶尔会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婶子说这世道太难了，有些事该做就得做，不然以后怎么活啊？每当我追问他，就急忙闭嘴，转身忙别的去了。葬礼结束后，家里突然安静下来，只剩婆婆小芳和我婆婆收拾完衣物，拍拍手，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说，雨薇啊，你放心吧，妈会陪着你，不会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强忍泪水点点头，却怎么也平复不下心里的不安。那天夜里，我坐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风总觉得有谁在窗外徘徊。第二天去买菜回来，我发现家门口停着一个穿黑色 T 恤的男人，肤色黝黑，右眼角有一块暗红色的胎记，神情冷峻而警惕。我愣住了，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他就站在单元门口，像是在等待什么。小芳，那是谁啊？我装作无意地问。小芳脸色一白，慌忙说不认识，可能是送快递的。可我明明看见那男人看了我一眼，转身消失在楼道拐角处，背影沉重而阴沉，心头的疑云像潮水般涌来。我忍不住翻出王志国生前的保单，看到那笔高达50万的人身意外险，心里一阵发冷。婆婆是不是？我不敢再想下去，喉咙里像卡住一根鱼刺，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更让我意外的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婆婆突然提到雨薇啊，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咱娘俩得计划着花钱，别乱花小伟的赔偿金，还得慢慢等呢。她说的轻描淡写，但语气里带着一股莫名的急切。小芳在一旁添了一句，要是有了那笔钱，生活就好过多了，婶子你也能轻松点。我心里一紧，抬眼看去，婆婆正低头撕着鱼刺，眼角闪过一丝阴冷的光。夜深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窗外月光像一层薄纱映在天花板上，婆婆和小芳的耳语声仿佛还在回荡。我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隐隐觉得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而我不过是这场风暴里一叶漂浮的小舟，随时可能被吞没。王志国，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交代给婆婆？你知不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千铺疮百孔，而他们又在打着怎样的算盘？就在我迷迷糊糊将要睡着时，楼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慢慢踱步，步伐缓慢而沉闷。那一刻，我猛地睁开眼睛，心跳加速，冷汗从额头滚落下来。我轻手轻脚下床，走到门口，透过猫眼往外看，只看到楼道尽头一闪而过的黑影，而那身影似乎正是白天现过的男人是谁？他为什么总在我家附近出现？婆婆知道吗？还是说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想到这里，我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泪水再次涌上眼眶，心中那股隐隐的恐惧已经如同一只冰冷的手缓缓攥住了我的心脏。第二天一大早，我硬撑着困意起床，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照在婆婆忙碌的
身影上，她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熬着粥，脸上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小芳坐在餐桌边，低着头刷着手机，不时偷瞄我，一眼空气中弥漫着粥的清香，却掩不住那股淡淡的紧张气息。我的心跳得很快，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攥住一般。吃饭时，婆婆突然抬起头问我：“雨薇啊，你最近是不是常常觉得有人盯着你？”我手里的筷子微微一顿，差点掉到碗里。她的话让我如坠冰窟。我强作镇定地笑了笑：“没有啊，可能是这几天太累了，自己多心了吧。”婆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低头喝了口粥，嘴角微微勾起了一丝弧度。是啊，太累了就容易胡思乱想，还是要好好休息。小芳在一旁低声附和婶子说的：“对，嫂子你得注意身体啊。”可她的手却在桌底下偷偷握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我忍不住留意她的神情，心里的疑虑更深了一层。那天下午，我借口要去超市购物，实则想绕几圈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走到巷子口时，果不其然，那个穿黑色 T 恤、脸上有胎记的男人再次出现在视野里。他靠在巷子墙角雕着一根烟，目光冷冷地扫过来，像刀子一样刮在我的皮肤上。我佯装没看见，脚步加快，心跳如鼓。等我拐了几圈，回头张望，发现他仍在跟着我，迅速掏出手激发信息给之前联系的私家侦探林哥，目标出现南通市天福巷口，请尽快到达。不一会儿，林哥回消息收到，继续观察，不要打草惊蛇。我心里一阵发冷，紧走进一家小超市，假装挑选商品。透过货架的缝隙，我看到那男人站在门口盯着我，眼神如狼。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挑了几样东西，付钱后走出超市，余光瞥见男人在不远处转身离开我，深吸一口气，压住心里的恐惧。晚上回到家，小芳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婆婆在厨房忙活，看见我回来，笑着招呼雨薇啊，快来帮妈尝尝，这汤炖得怎么样？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坐到桌边，却发现灶台上有一个皱巴巴的小本子露出一角。我忍不住好奇，悄悄伸手翻开，赫然看到几行潦草的字迹：赵大力欠款10万，债主逼债，尽快解决。心脏咚的一沉，我正要多看几眼婆婆，忽然从后面走来一把夺过小本子，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容。哎呀，老账本没什么用的，你看他干什么？我强自镇定，低头搅动着汤勺，心里像打翻了5味瓶。那天晚上，我故意找了个理由和小芳聊天，试探性的问他：“小芳啊，之前看到那男的好像有点眼熟，他和你们老家的人有关系吗？”小芳的脸色猛地一白，勉强笑着摇摇头：“没什么关系吧，就是村里一个干活的婶子以前提过，可能是碰巧来市里吧。”但我明显看到他的眼神飘忽不定，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那一瞬间，我心里的警钟越敲越响。第二天，我故意迟到上班，来到单位的路上，突然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冲到我面前，低吼着：“别乱管闲事，不想死的话就闭嘴。”话音未落，他猛地往我肩膀一推，我踉跄着退了几步，险些跌倒，周围路人一阵惊呼。男人转身就跑，我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回到家后，我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婆婆见我脸色发白，急忙端来一杯温水，语气关切：“雨薇啊，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去给你买点药吧。”可她眼底那一丝一闪而过的慌张，怎么藏都藏不住。我攥紧手中的水杯，手心里全是冷汗。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手机屏幕亮起是林哥发来的信息：“我们跟踪到那个男人，他昨晚去了你家所在的小区，消失在15楼。我们查了物业监控，他登记的访客记录是赵大力。”赵大力这个名字如同一把冰冷的刀子扎进我的胸口。是他吗？为什么他会和婆婆扯上关系？他们到底在密谋什么？我紧紧咬住嘴唇，指甲几乎嵌入掌心。忽然想起婆婆之前那句意味深长的叮嘱：“别胡思乱想，要好好休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夜色沉沉，我的心跳却越来越快，仿佛下一秒就会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我彻底吞没，而我必须想办法揭开这个谜团，不管背后隐藏着多大
的危险夜色，沉沉楼道里的灯光忽明忽暗，映得我脸色惨白。窗外传来猫叫声，凄厉又刺耳。我蜷缩在床头，抱着膝盖，脑海中不断回放着那个名字赵大力。婆婆赵大力欠款陌生男子那本账本上的模糊字迹，全都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把我牢牢困住。王志国，你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所谓的家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第二天一早，我假装平静地出门上班，实则绕了几个小区转悠一圈，确认没人跟踪后才安心回家。可就在我开门的时候，却看到小芳神色慌张地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袋东西，看见我回来，吓得一哆嗦，袋子咚地掉在地上，散落出来几包白色药片，还有一只旧手机。我的心咯噔一跳，盯着那些药片，脑袋嗡嗡作响。这是什么？我声音发颤，盯着小芳，她的脸色瞬间煞白，嘴唇抖了抖，正要开口，婆婆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雨薇啊，你回来了，怎么站在门口发呆呢？进来吃点水果吧。她的语气温和，但我从那语调里听出了不耐烦和压迫感。小芳慌忙弯腰捡起药片，低着头钻进了厨房，我跟了进去，做若无其事地看了一眼那袋药，发现包装上写着镇静催眠类药物，顿时心跳加速。难道这些药是要给我吃的？我顿觉后背发凉，连手心都沁出了冷汗。那天夜里，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反击。趁婆婆和小芳都在厨房忙碌时，我偷偷拿出之前买的家用摄像头，藏在了客厅角落的盆栽后面，另一个藏在了卧室书的窗帘褶皱里。安装好后，我靠在沙发上，望着婆婆和小芳忙碌的身影，心中五味杂陈。婆婆还在笑着招呼我喝汤，那笑容温和的像是多年未见的慈母。可我怎么也喝不下去，只觉得那碗汤飘着一股阴冷的气息。第三天，我假装头晕乏力，拒绝去公司，说自己需要休息。婆婆立刻露出关切的神色，叮嘱我：你就在家好好歇着，妈去菜市场给你买点补品回来给你炖汤喝。她转身出门，带上了小芳。等他们离开后，我立刻翻开监控，回看前一天晚上的录像画面中，赵大力果然出现了，她和婆婆坐在沙发上低声密谋着什么，虽然声音模糊，但隐约能听见几个关键词：赔偿金、女人送走安全。我的手不住地颤抖，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这一切居然是真的，他们竟然真的打算卖掉我，甚至可能还涉及其他拐卖案件。我深呼吸几口，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掏出手机拨给林哥。林哥，我有重要线索，明天必须动手，不能再等了。林哥沉声应下，让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就在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你以为你能躲过吗？别多管闲事，小心有命，拿不到那笔钱。我瞬间如坠冰窖，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是谁？赵大力还是他们背后的同伙？我立刻把短信截图发给林哥，他回复：别慌，我们有线人已经介入，这2天警方也会行动，但你要小心，别露出破绽。这句话让我稍稍安心了一点，但内心的不安仍然如影随形。晚时分，婆婆和小芳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大包菜。婆婆笑着招呼我：雨薇啊，今天买了你最爱吃的排骨妈炖汤，给你补补身子。她笑容可掬地将菜摆上厨房，背影看起来那么平常，可我此刻却觉得那背影无比陌生，甚至带着几分阴息。入夜后，我假装生病难受，卧床不起。半夜2点，卧室门轻轻被推开，我微微眯着眼装作熟睡，只见婆婆蹑手蹑脚走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药。她轻轻坐在床边，低声喃喃：孩子啊，别怪妈妈，也是逼不得已，日子难啊，你乖喝了这个就能好好睡一觉了。我感受到她的手指在我额头轻抚那一瞬，我心头一寒，泪水悄然滑落。就在这时，藏在床头的录音笔开始默默记录下这一切。我忍着恶心感，缓缓张开嘴，喝下那碗汤药。趁婆婆离开房间的一瞬，将口中的药片偷偷藏进枕头缝隙里，全身微微发抖。我深知今晚必须是关键一战。第2天清晨，我故意装作药效发作的样子，眼神涣散，行动迟缓。婆婆见状，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转身出门与赵大力碰头。与此同时，我偷偷用手
机给林哥发出可以行动的信号。几个小时后，警察悄然潜入林哥，也带着便衣人员守在附近。我藏在被子里，心跳如鼓，手心全是冷汗。突然客厅门响起，赵大力的粗重嗓音响起，婶子差不多了吧，这人快不行了，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婆婆压低声音急切地说，今晚就动手，把人送到老张那边，剩下的钱你拿。去。这时小芳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哽咽着说，婶子我不想干了，我害怕雨薇对我那么好，我不忍心。话音未落，赵大力啪的一声甩了他一耳光，怒喝，闭嘴，你现在想退晚了。空气骤然凝固，我屏住呼吸，心跳剧烈。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自己已经站在了生死的边缘，而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绝不能再有任何闪失。空气凝滞的像要滴出水来，时间仿佛凝固在那一刻。我躺在床上，手指紧紧攥住被角，浑身颤抖，心跳像是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婆婆和赵大力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我的耳膜，刺得生疼。小芳的哭声仿佛一根救命的稻草，却在赵大力的怒吼下戛然而止。空气中只剩下婆婆压低的安抚声，别怕，咱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过去就是了。砰一声巨响，房门猛地被撞开，警察蜂拥而入，喊声震耳，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赵大力猛地一愣，脸色煞白，下意识就想从阳台跳下去，却被2名便衣一左一右按倒在地。他拼命挣扎，大喊放开我，我什么都没干，可他胳膊上的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滴下。哈，眼里满是绝望。婆婆也被警察按住，脸色惨白，嘴里喃喃道，误会误会啊，警官，都是误会。她的嗓音发颤，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像是想抓住什么救命稻草。小芳蹲在角落里，抱着头瑟瑟发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湿透了衣襟。我缓缓坐起身，双手抱住膝盖，泪水无声的滑落。林哥快步走进来，蹲在我床边，轻声安慰，张小姐没事了。我们都在他的眼神坚毅而温暖。我终于忍不住像个孩子一样大哭出声，压抑了这么久的情绪彻底崩塌。窗外的天光透过半开的窗帘洒进来，照在婆婆被按倒的背影上，那曾经熟悉的轮廓如今只剩下冰冷的陌生与寒意。几个小时后，警察带着婆婆和赵大力离开了我家，案件逐步浮出水面。原来赵大力是婆婆老家的债主，欠款10万未还，一直逼迫婆婆想办法补上，而所谓的办法就是将我张雨薇卖给外地的一个拐卖团伙。那本账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正是婆婆为还债所做的计划，而小芳不过是被牵连进来的可怜虫。她父亲曾帮过赵大力一把，如今被迫替债，成了他们的眼线。和帮凶更让我痛心的是，婆婆在审讯中供认不讳她的理由只有一句，咱们农村人穷啊，我儿子都没了，总得想个活路吧。她说这话时眼神是木然的，嘴绝甚至还带着一丝苍凉的笑意。我闭上眼，泪水涌了出来，那笑容像一把刀，狠狠割裂了我对这个家的最后一丝幻想。小芳在录口供时哭得泣不成声，在请求警方宽大处理。她说自己只是个无知的小姑娘，被逼无奈才帮忙传话。她偷偷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对不起嫂子，我不该帮她们。我默默看着纸条，心如刀割，却也知道她不过是个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棋子。几天后，我收到了警察局的通知，警方通过这起案件顺藤摸瓜，破获了个拐卖团伙，解救了多名被拐卖的女性和儿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而我也终于迎来了那份迟到的公道。林哥来探望我时，递给我一杯温水，轻声说，张小姐，苦日子过去了以后，好好生活吧。我点了点头，泪水滑落脸颊，却带着一丝释然的笑意。那天傍晚，我收拾好行李，站在小区门口，抬头望着天空，云曾翻滚夕阳，像一片燃烧的火海。我深吸一口气，提着行李缓缓走出那扇门。那个曾经承载过幸福也埋藏过绝望的家，如今成了我生命中的过去世界。小芳站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我，手里捏着那张纸条。我走过去，轻声说，好好生活吧，我们都该往前看。她泪眼朦胧，重重地点了点头。夜幕降临，万家灯火后
我独自走在街道上，耳边仿佛还回荡着王志国的笑声和熟悉的叮嘱语威，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别害怕，要好好活下去。我抬起头望着天边那颗最亮的星，心中默念王志国，我会的，我会好好活着，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无论未来有多少风雨，我都不会再是那个无助的张雨薇，而是一个能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战的女人。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女儿刚入读小学的第1个星期，我便察觉到了一丝异样。每次辅导她后做作业，她总是坐立不安，小小的身子不停地扭动，双手忍不住去抓挠屁股。我细看她说痒的部位时，顿时心头一紧，那一大片皮肤上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点，触目惊心。慌乱中，我抱着她直奔最近的医院，心里七上八下，生怕她染上了什么严重的皮肤病。可谁知在检查过程中，医生的表情逐渐严肃，眉头越皱越深，最后他扶了扶眼镜，把我单独叫进诊室。你女儿感染了梅毒螺旋体，说白了就是确诊了梅毒，不过你来得及时，目前还是早期，配合治疗痊愈的可能性很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的女儿才刚满6岁，这么小的孩子几乎从不离开我的视线，怎么会得这种病？可医生的语气沉稳而笃定，显然不是误诊。我心疼得直发抖，紧紧握住女儿那只小小的还有些冰凉的手，眼泪险些夺眶而出。医生安排了住院治疗，而我自己也听从医生的建议去做了检查，所幸没有被传染。但回家的路上，我心头的阴影却像乌云一般挥之不去。起初我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学校出了问题，或许是某个老师或同学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然而随着冷静下来，我慢慢打消了这个念头。女儿就读的学校是本地极具声誉的重点小学，绝不可能轻易自毁招牌，满腹愁绪。我垂头丧气地推开家门，刚一进屋就看见我老公吕凯安，嘴角似有若无地挂着一抹笑意，可在看到我时，那笑容瞬间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关切的神。请女儿怎么样了？病情严重吗？他声音里满是关心，而我喉咙一紧，原本到了嘴边的梅毒2字硬是被我深深咽了回去，只能结结巴巴地说还挺严重的，是皮肤病，可能需要住院一阵子。他听后心疼地将我搂进怀里，轻声安慰说女儿一定会没事。可我满脑子却都是他方才那抹转瞬即逝的笑意，心底隐隐泛起一阵反胃，挣脱他的怀抱。我借口太累，径直去了浴室洗澡。自从排除了学校的可能性，我便越发敏感，连和他同处一室都觉得浑身不自在。虽然他每天都会主动和我分享工作趣事、报备行程，看似坦荡无比，可我心里那股莫名的恶心感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他昔日温暖的拥抱，如今却像蒙着一层看不透的薄雾，叫我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终于我暗暗从药箱里拿出安眠药，悄悄融进了他的茶水里，递到他面前。他喝下前还温柔地安慰我，子月别太担心了，你看看自己都愁成什么样了，眉头都没舒展开过，转头便沉沉睡去。而我则轻手轻脚地拿起他的手机，用指纹解锁，屏幕亮起，所有一切看似完美无暇，聊天记录软件、购物车满是生活用品，干净的让我自己都感到羞愧，怀疑是不是太多心了。然而当我放回手机时，手指无意间摸到包内的夹层，猛地一愣，里面竟然藏着一部和他手机一模一样的备用机。我颤抖着用他的指纹解锁，屏幕亮起的瞬间，我的世界彻底崩塌。手机里那个备注为爱巢的微信置顶充斥着他和小情人间的腻歪情话，甚至还有对我的抱怨，要不是那个狐狸精，我们也不会见面，都得小心翼翼。要是她每天都怀孕就好了，自己都忙不过来，我们就能天天腻在一起了。字字句句像利刃般扎进我的心口，我气得浑身发抖，骨节攥得咔咔作响，恨不得当场踹翻这负心汉，怒火中烧。我将所有聊天截图保存进电脑 U 盘，又狠狠地扇了吕凯安2个耳光。妈的，祸害就算了，还连累女儿染上这种病，真是该死。吕凯安脸颊红肿，睡得迷迷糊糊。我再也不想跟他睡在一张床上，收拾了东西搬去了隔壁
房间第二天一早，趁他还没醒，我默默洗净杯子离开微信里，我恢复了那个温柔体贴的妻子模样。老公出差时间提前了，记得给自己买早餐，别胃疼渴。与此同时，我打开了之前为了女儿安全安装的监控，开始密切注视她的动向。看到她读完消息后那张脸上绽放出的笑意几乎让人作呕，她当即给爱巢拨了视频电话，两人笑得甜蜜，而我则掐准了爱巢上门的时间，径直回到家中，举着手机准被来个当场捉奸。可当我猛地推开房门，随着吕凯安一声惊恐的尖叫，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僵在原地。那一幕彻底颠覆了我的三观，我嘴边的怒骂卡在喉咙里，一时竟哽得说不出话来。一个杀千刀的混账东西，看我不抽烂你！这张脸性取向都不一样，你竟然还骗我这么多年，让我成了你的幌子。我扑上去疯狂撕扯着吕凯安，一时间屋里乱作一团。我拼尽全力，可还是寡不敌众，被几人合力拉开。最后我甚至抬脚狠狠踹了他一脚，试图一泄心头之恨。等我缓过神来，才发现屋内不知何时多了4个人，除了那个小三婆婆居然也在场，竟然还在帮着拦我。我彻底怒了，妈，当初这婚礼可是您和我爸妈谈好的，您还记得吗？您儿子干出这种事，您早就知道吧，一直瞒着我，对吧？婆婆沉默不语，而小三却在一旁冷笑，那副得意的模样，分明在说你一个人被蒙在鼓里，真可怜啊！怪不得以前吕凯安跟我吵架时，总带着那股似是例行公事的冷漠，而那个一向在外面颐指气使、蛮横无理的婆婆，面对我时却总是温柔的人发毛。原来她早就知道自己儿子的取向，却还骗我跟他结了婚，甚至变着法子逼我们早早圆房。想到这里，我望着眼前这群曾经日日相伴的家人，觉得他们此刻陌生的令人恐惧，内心一阵战栗深息。一口气我下定决心，好，我就当这些年真心为了狗，从现在起离婚。与凯安，你可别忘了出轨的人是你。别逼我撕破脸皮，让大家都不好看。一听我要离婚，婆婆顿时急了，猛地攥住我的胳膊，语气慌乱。不行啊，子月不能离婚，要是离了这老脸，我往哪儿搁啊？子月，你冷静点，听妈说。我停下脚步，婆婆见状松了口气，苦口婆心地劝导子月啊，我知道凯安这些年对你冷淡，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但你们都不年轻了，还有了孩子听妈一句劝你啊，不如也出去找个能陪伴你的人，平时排遣寂寞，咱家睁只眼闭只眼，只要这桩婚能维持下去就好。婆婆的话让我瞳孔骤然放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让我也去找人？妈，你在说什么胡话呢？那我女儿怎么办？这个家都已经这样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浪费感情，死撑着？可哈笑我彻底失去耐心，脸色一沉，猛地转身就走。谁知婆婆忽然冷笑一声，语气骤然一寒，你走可以，但小鱼必须留下她，可是我们家的唯一血脉，我不可能让你带走她。她的语气里透着赤裸裸的威胁，而我却毫不退让，眼神坚定休想。小鱼是我女儿，我不仅要带走她，而且这辈子都不会再让她跟你们有任何牵扯。话音刚落，我狠狠甩上房门，压着满腔怒火离开，开始着手准备离婚手续。然而就在我整理监控录像时，医院的电话却突如其来的响起。医生说有个自称是孩子奶奶的人把我女儿接走了。那一瞬间，我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什么也顾不上，冲下楼拦车催促司机，直到上车时才发现自己竟穿这2只不成套的鞋，幸好司机出手及时，我终于在婆婆要抱着孩子上车的前一秒，死死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女儿从她怀里硬生生抢了回来。小鱼被我激动的动作吓了一跳，人抓着婆婆的手不放，婆婆立刻借机破口大骂，抢孩子了，抢老人孩子了，大白天拐卖儿童了，快来人啊！可我哪里肯松手，死死把小鱼护在怀里，任凭婆婆拳打脚踢，指甲尖锐地划破了我的手臂，渗出殷红的血珠。婆婆的嚎叫吸引了不少路人，其中就有那个叫车的司机。他见状，一个箭步冲过来，将我推倒在地，粗暴地把小鱼从我怀里拖走。我摔倒在地，手掌磨破了皮，火辣辣的疼。而婆婆眼中满是得意可当，她想牵起小鱼的手，使小鱼
却反手狠狠拍开，红着眼眶挡在我面前，泪眼汪汪地喊道：不许欺负我妈妈，不许打我！妈妈奶奶，你为什么要打妈妈？你不是说帮妈妈来接我的吗？为什么要欺负妈妈？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泪水，一颗颗滚落。司机尴尬地挠了挠鼻子，伸手把我扶起来。不好意思啊，妹子，我还以为你是人贩子呢，这老人家也是家务事，瞎喊什么？我强忍住泪意，扯出一抹笑，什么也没说。看着婆婆那气得脸都黑了半截的样子，我径直把小鱼抱回怀里，温声哄着小鱼闭环。没好呢，妈妈先送你回医院，跟奶奶说个再见吧。我一边帮小鱼擦掉眼泪，一边柔声安抚小鱼。虽然还有些不解，但仍乖乖地向婆婆挥了挥手，我则牵着小鱼头也不回地离开，心里却默默记下了一笔账。小鱼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宝贝，谁敢动她一下就必须付出让我怒火难平的代价。回到医院，我叮嘱护士，除了我和医生，谁都不能带走孩子。随后我调整好情绪，给吕凯安发了条语音：老公，我问过小鱼了，她还这么小，不能没有。爸爸，咱们夫妻一场，这5年你怎么对我都记在心里，离婚的事等小鱼大点再说吧。吕凯安回我：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亲亲。我翻了个白眼，心里冷笑，爱个屁，真让人作呕。随即转头给爸妈打电话商量婆婆70大寿的宴席事宜，毕竟我们两家多年都是一起过这种寿宴，更何况婆婆最爱面子，巴不得借着凯安升职的喜事是把亲戚朋友都请来炫耀一番。而这场热闹非凡的寿宴上，我也早已准备好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宴会包下了整整1层酒店。我穿着得体，脸上挂着温顺笑，一端茶递水分蛋糕，敬酒一切，尽显贤惠媳妇的姿态。直到众人轮流上前献礼，我才慢悠悠端着蛋糕和一个精致的礼盒走到婆婆面前。我这几年收入颇丰，作为婆婆最亲近的晚辈礼物，自然是压轴出场。我笑容可掬，祝婆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可在。献上礼物之前，我特意准备了一段小表演，助兴婆婆笑得眉眼弯弯，而我则从容地走到投影幕前，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开头还是一如往常的助手画面，但没多久，画面突然卡顿闪烁，杂音作响。就在全场议论纷纷时，我端着分好的蛋糕走到吕凯安身边，众人目光齐刷刷聚焦过来。我毫无表情地看着那个有些慌张的男人，他旁边还坐着那位名义上的挚友，实际上却是他的情人。我抬起手，左右开弓，把蛋糕结结实实糊在了他们俩的脸上。随后我举起话筒，嘴角带着一抹讥笑，声音清亮地说道：那场表演就像是一场早已编排好的大戏，而我就是舞台中央最耀眼的主角。我站在众人面前，微笑中透着一丝冷意，语气轻快却字字如刀。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那就是我的老公吕凯安终于能甩掉我这个拖油瓶了，他终于和他的真爱走到了一起。话音刚落，大屏幕亮起，播放着吕凯安和他情人亲密的视频，整个大厅瞬间像炸开了锅一般，人群中传出此起彼伏的惊呼，不少家长匆忙捂住了孩子的眼睛，生怕他们看到这些不堪入目的画面，而我父亲脸色铁青。话不说，撸起袖子，愤怒的一拳挥向吕凯安的脸颊，直打得他踉跄后退。父亲的声音中透着颤抖的怒火：吕凯安，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背着我女儿在外面胡来良心被狗吃了吗？我们家是怎么对你的？你这个畜生！婆婆的脸色此刻难看至极，整个人仿佛僵住了一般，手忙脚乱的想要遮住屏幕上的画面，但已经无济于事。愤怒的亲戚们嘈杂不堪，场面彻底失控，没有人理会他的阻拦。我轻轻侧身从吕凯安身边走过，步伐从容，嘴角带着一丝冷笑，这便是我对之前那些耻辱的回敬。我停在婆婆面前，笑意里透着讥讽：前婆婆生日快乐。我将那份体检报告狠狠甩在吕凯安面前，故意拔高了音调，语气里是刻意的轻蔑。不过嘛，你可能也高兴不起来了，毕竟听到自己儿子得了性病，谁还能开心得起来呢，对吧？那一刻，亲戚们的表情比翻书还快，议论生词，起彼伏，简直像炸开了锅。而我父母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忍着怒火拉住父亲，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母亲低低地骂了婆婆一句，带着父亲头也不回地离开。
了宴会，而我也毫不留恋地跟上他们，留下吕凯安一个人狼狈不堪。这件事成了亲戚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每当有人提起吕凯安这个名字，大家的表情都变得意味深长，或冷笑，或叹息，而婆婆更是再无颜面见人，连夜收拾东西搬回了老家。至于吕凯安，他为了治病，把剩下的钱花得一干二净，至于那位亲人还会不会再联络，谁也不清楚。不过这些事我早已懒得再管。我抱着幸运康复的小鱼，看着他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心里终于彻底放下了包袱。未来的路很长，而我终于能带着他迎接崭新的人生，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了。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一起来探索吧。宝宝出生第3天，我们刚从医院回到家，婆婆就急匆地赶来抱孙子，看着他那张满是皱纹却充满慈爱的脸庞，一边轻轻抚摸着儿子柔嫩的小脸颊，一边笑得眉眼弯弯，我的心里一阵柔软，忍不住低头笑隔辈亲，隔辈亲，这话果然有道理啊。婆婆抱着宝宝足足看了半天，直到宝宝哼哼唧唧的开始打哈欠，她才恋恋不舍的把孩子递还给我，笑眯眯的问：绵绵，你们打算给宝宝起什么名字啊？我轻轻拍了拍宝宝的小背，抱着他轻轻放到床上，露出一抹满足的笑容，说出了那个我思虑了整整10个月的名字。知行，我希望他知行合一，知行履知行，这名字听起来不太顺口吧？婆婆歪着脑袋，皱着眉，一脸狐疑。我一愣，心里闪过一丝不安。妈，我姓冯，我老公姓董，怎么会姓吕？这孩子应该叫冯知行或者董知行才对啊！婆婆李翠香咧嘴一笑，摆了摆手，我没说错啊，这是你姐夫的孩子，当然跟他姓吕了。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瞳孔猛地放大，像是被人当头棒喝。妈，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姐夫的孩子？婆婆像是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陪笑解释：是我说漏了，这孩子以后要送给你姐姐养的，跟你姐夫姓吕是理所当然的。我瞪大了双眼，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我的孩子为什么要送给你闺女养？婆一脸理所当然，轻描淡写的说：你姐不是一直要保持身材吗？不打算要孩子，但你姐夫总得有个后代啊，正好你生了个小宝，就给他们养吧，他们家有钱小宝过去是享福去了，再说了，你跟浩浩还年轻，完全可以再生一个嘛。我问过医生了，你顺产恢复快得很。他的话像一把钝刀，一刀刀割在我心上，再也无法忍受，声嘶力竭地喊道：滚，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婆婆脸色瞬间拉了下来，张嘴想要辩解2句，我却已经怒不可遏，毫不留情地推搡着把她关在了门外。老公董明浩听到动静从厨房跑出来，我再也撑不住虚弱的身体，摇摇欲坠扑进他的怀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掉落下来。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对我嘘寒问暖了10个月的婆婆竟然藏着要夺走我孩子的打算。老公，你妈竟然想把小宝送给大姑姐养他，想抢走我的孩子。董明浩沉默了片刻，缓把我扶到床上，低声安慰：别太激动，咱妈可能就随口一说，没那个意思，她也是为了小宝好，毕竟姐姐家有钱，她想着小宝能过得更好。我抹了把眼泪，声音发颤：他家有钱，咱家就养不起小宝了吗？我跟你结婚有车有房有存款，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算中产之家，而且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他们的家产以后还不都归我吗？怎么就不能把小宝好好养大，非要送给姐姐家，就是为了让她跻身上流社会？我话音刚落，就见董明浩眉头一挑，连忙摆手：不是的，不是的，你别激动，我只是解释一下咱妈的意思，她也是一时糊涂。你放心，我能让别人抢走我的亲生儿子吗？你别太激动，产后一定要保持情绪平稳，小心引发产后抑郁症啊！我死死盯着眼前这个一向孝顺母亲、事事顺从的丈夫，想要看透他话里有几分真情，几分敷衍，可他伪装得太好，我根本分辨不出来。最终我深吸一口气，冷声警告：以后不许你妈再见小宝，小宝是我的，谁都抢不走。董明浩自幼丧父，婆婆李翠香一个人把他和大姑姐董倩倩拉扯大董。
倩倩初中就辍学，不愿意打工，最后选择在网上做起了擦边主播。她长得漂亮，身材妖娆，语气娇嗲，再加上姐夫吕建斌的大力刷礼物支持她，很快成了拥有100万粉丝的大网红。吕建斌家里算是小土豪，直播时偶然刷到董倩倩，一见倾心，豪掷千金，最终抱得美人归他，很有生意头脑，成立了网红经纪公司。把董倩倩的账号公司化运营，两人一唱一和，很快赚得盆满钵满，过上了挥金如土的生活。连我老公董明浩毕业后也进了他们公司，每月拿着2万块工资。我一直心怀感激，觉得大姑姐提携了我们。小佳也理解她想要个孩子锁住姐夫的心，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打起了我孩子的主意。这几天婆婆来找孩子都被董明浩挡在门外，我刚稍微松了口气，就听说大姑姐和姐夫要来串门，老公连忙劝我别多想，姐姐没那个意思，都是咱妈胡说八道。我犹豫再三才勉强答应让他们进来。我抱着小宝待在卧室，没想到吕建斌也跟着进来了。他一头油光锃亮的大背头，眼睛滴溜溜的乱转，看到我穿着月子服，眼睛顿时亮了几分。我下意识拉了拉衣角，皱着眉头说道：姐夫这里不方便，请您出去吧。董倩倩看到我这副样子，脸色微沉，斜了吕建斌一眼，他讪讪的收回目光，笑了笑，才转身走出卧室。我刚松了口气，董倩倩却扭着腰靠过来，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扑鼻而来。我赶忙抱紧小宝往后退，她嗤笑一声：怎么连我这个当姑姑的来给孩子送点金饰都不欢迎了吗？老公赶紧笑着打圆场：没有，绵绵是怕累着你。说着就从我怀里接过宝宝，递给了董倩倩。我心里正发堵，觉得自己反应可能有点过激，只能沉默站在一旁，准备找机会把小宝抱回来。董倩倩给小宝戴上金锁和金手镯后，用那修长的美甲轻轻抚摸这小宝粉嫩的小脸，嘴角微翘，神情带着一丝得意。我看得心惊胆战，生怕他的指甲划伤孩子。他盯着小宝看了半天，忽然笑了：这孩子长得不错啊，还挺像浩浩小时候的，不愧是我们董家的种。说完，他朝门外招了招手，一个穿着保姆制服的中年阿姨低眉顺眼地走了进来。董倩倩把小宝往保姆怀里一塞，语气轻描淡写：来抱走吧。我眼前一黑，怒火瞬间冲到头顶，像疯了一样冲过去把小宝抢了回来，边打边骂，把他们全都赶了出去，嘶声力竭地吼道：滚在赶来！我立马报警。听着门外他们骂骂咧咧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我这才发觉自己浑身不受控制的颤抖着，抱在怀里的小宝吓得哇哇大哭。我紧紧将他搂在怀里，把脸贴在他柔软的脸颊上，咬着牙死死忍住翻涌上喉的哭意，劫后余生的庆幸化作胸口翻涌的恨意，如一把火在心里熊熊燃烧。恶狼这一家子都是恶狼，我必须摆脱他们，要么逃，要么反咬回去。可我一抬头就看见站在客厅里的丈夫董明浩，他皱着眉，一脸厌烦地瞪着我，冷冷地说：冯绵绵，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亲姐姐？我心如坠冰，叫冷汗顺着后背渗出来。他的姐姐那个妄想夺走我孩子的人，不是他说过他没想法的吗？可人家月嫂都请好了，这一切分明是他们早有预谋。从我怀孕那天起，他们就盯上了我肚子里的小宝，把我当成他们家的生育工具。董明浩脸上的不耐烦更甚，语气冷硬：看在你产后情绪不稳定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你赶走我妈和姐姐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们毕竟是我们家人，你怎么能这么任性？再说了，我不觉得这是抢走你的孩子，而是给小宝更好的生活。亲姐姐还能亏待自己亲侄女吗？一股彻骨的凉意从脚底直窜到头顶，我浑身发冷。原来这就是小宝亲生父亲的真心话，原来他也是一只恶狼。我嘴唇发抖，死死盯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脸，声音颤抖着问董明浩：你是认真的？你真的打算把小宝送给你姐姐？她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什么叫送？都是一家人，你想见小宝随时都能见，跟养只羊有什么不同？而且你作为母亲的怎么能这么小气？我们还年轻，你身体恢复了再给自己生一个不就好了？再生一个不就好了？我几乎气笑了出来。怀胎10月，忍受剧痛，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生下来，结果在他嘴里却成了随手可以交
意的东西，我心头的爱意彻底崩塌。看着这个曾经与我枕畔相伴的男人，冷笑一声，既然你这么向往他们家的荣华富贵，你怎么不去给他们当儿子懂？明浩一时语塞，气得脸色发红。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他去开门，我赶紧低头给爸发了条短信，让他赶紧叫住在市区当警察的表哥来接我。来人是婆婆李翠香。这次董明浩没拦他，李翠香一进门便气势汹汹的要抬手打我，可看到我怀里的小宝，还是忍住了眼神，恶狠狠地瞪着我，语气阴冷：是你把我宝贝女儿赶出去的吧？我告诉你，别再闹了，小宝是我们董家的孙子，我想让谁养就让谁养。他那副理直气壮、毫无底线的样子，简直像个无法无天的泼妇。我深吸口气，语气冷淡：贩卖婴儿可是犯法的，您老要是不怕坐牢，就继续嚷嚷吧。他脸色一变，嘴里还在嚷嚷：谁说的？我这是为了他。好说着就伸手要来抢小宝。我一个转身，他扑了个空，差点摔倒在沙发上。他气得浑身发抖，破口大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态度好点，我还能让你多见小宝几次。要是再不识趣，不介意给我儿子换个媳妇儿，换就换我。冷笑毫不退让，正好我也想换了。这下董明浩的脸瞬间变了色。冯面面，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大吼着，眼神带着威胁。我盯着他的眼睛，心如死灰，字字清晰。我当然知道。我说我们离婚吧。董明浩还想说什么，却被李翠香拉住，凑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他眼神闪烁，几下突然抬起下巴，一脸傲慢地看着我：行啊，离婚就离婚，你别后悔。不过小宝得留下。不可能。我平静地回了3个字。你说什么？我说不可能，小宝绝不会留。给你们话音刚落，李翠香气得发疯：你这个贱人，休想带走我的大孙子！一边喊着，一边脱下鞋往我这边扔来。我一个闪身，鞋子正好砸在刚走到门口的表哥身上，以及他身后脸色阴沉的父亲身上。看到爸爸的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泪水，抱着小宝扑进他怀里，哽咽着哭喊：爸，带我走吧，我要离婚！李翠香和董明浩还想扑上来拉扯我，却被身材魁梧的表哥一把拦住他，沉声呵斥：干什么呢？别乱动！李翠香看到表哥那结实的肌肉气焰，立马就矮了一截，嘟囔：说我儿媳要把我大孙子带走。爸爸冷哼一声：什么大孙子？小宝是我外孙，当初是董明浩求娶我闺女，现在却这样对他，真是丧良心。他话音刚落，我立刻把小宝交到爸爸手里，转身回房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小宝的证件和我自己的证件在一起，其他东西我都不要了，留着脏，留着心烦。我刚要走，他们母子还想上来拦背我呢。虎背熊腰、眼神凌厉的表哥牢牢挡在身后，李翠香当场气急败坏，瘫坐在地上撒泼：我要报警，有人抢孩子。结果我表哥出警官证，声音低沉：我就是警察，情况我一清二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李翠香当场愣住，脸色一僵，顿了片刻，又开始嚎叫：老天啊，警察也帮着人贩子抢孩子啊！表哥皱着眉冷声说：既然你对我的处理结果不满意，那就跟我们去派出所再说吧。李翠香这下彻底哑口无言，董明浩也躲在他身后，阴沉着脸狠狠剜了我一眼。冯绵绵走出这个门，你就别想再回来，回你的穷山沟去吧，看你能有好日子过。我头也不回抱着小宝离开了。回到家，我们住的5层自建小别墅依旧干净整洁，妈妈和保姆阿姨已经打扫的温暖舒适。我坐上电梯回到4楼卧室，妈妈温柔地接过小宝，轻声抱怨：你说你在那边受了委屈，说我也不早说一声，幸亏今天你爸正好在市区办事，才能及时和你哥赶过去。我吸了吸鼻子，勉强一笑：还不是最近你们忙着签合同，我想着等你们忙完再说。没想到他们欺人太甚，我家有一座山头，我爸妈为了那片山劳碌了一辈子，种果树养牲畜，如今那片山终于被政府征收，用来建度假村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忙着和赔偿谈签字的事儿。第一次婆婆提出要把小宝送走时，我竟然真信了董明浩那番胡言乱语，毫无戒心，没能及时告诉家里人。直到事情彻底败露，我爸气得脸色铁青，恨不得立刻回去找董明浩算账，被我好说歹说才拦住。我妈连声骂着必须离婚，说她的女儿绝不能受这种侮辱，还一边嘀咕
卓正好闲下来了，可以好好带外孙，可我心里始终悬着一块石头，生怕他们一家再来抢小宝。幸好表哥还没离开，听完我的顾虑后，他只是笑了笑，拍我的肩膀。放心吧，孩子2岁之前，法院一般都会判给母亲的爸妈，干脆雇了2个金牌月嫂，一个专门照顾我，一个专门看护小宝，顺便把我和小宝需要的东西全都买了个遍，衣服、日用品、婴儿床，样样都是最好的。我爸还笑呵呵地说，钱留着干嘛？不是给我女儿花的，还能给谁花？而那边的董明浩却没消停，一遍遍打电话发消息，扰得我心烦意乱。我干脆把他拉黑，无论他发什么，我都只回一句：离婚协议电子版，请查收。庆幸的是，当初恋爱结婚时他嫌弃我家住在山上，根本没来过我家，也不知道具体地址，这下倒省了不少麻烦。为了掌握更多筹码，我还拜托表哥帮忙找了个私家侦探调查他们一家人的底细。刚有点线索，姐夫吕建斌就主动联系我说话，还带着那股油腻腔调，听说你和小舅子闹离婚，说实话，我早看那小子不顺眼了，不如你跟了我吧，孩子留给你养，每个月再给你10万零花钱，外加一套别墅、1辆宝马车，怎么样？只要你肯听话，给我再生个儿子，我马上和董倩倩离婚，扶你当大，这可是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正想拉黑他，结果看到私家侦探发来的新线索，心头一动，指尖停住了，缓缓回了一句：只要你能让董明浩同意离婚，孩子就是你。等没过几秒，吕建斌就回了一条：可真懂事，有了这层保障，我安心在娘家做完了月子。不知道吕建斌用了什么手段，到了第2个月，董明浩终于安静了。几天后又重新找上门来发消息说见一面吧，谈谈离婚的事。我干脆利落回他一句见可以，民政局见。等在民政局碰面时，他一脸春风得意，浑身浓烈的香水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我心里冷笑，肯定是吕建斌用了什么美人计吧。见到我，他果然绝口不提小宝，只顾着催我赶紧划分财产，然后拿到离婚证。我虽然瞧不上我们那点家底，但该属于我的1分都不会少。最终谈定房子归他，车和存款归我，每个月再给我5000块抚养费。说到这儿5000块时，他一脸肉疼，磨磨唧唧的不肯签字。5000太多了吧？我冷笑一声，要我没看错，你腰上那条皮带也要5000吧？舍不得每月给你儿子5000，你倒是挺大方的，怎么你这1月飞黄腾达就不打算管孩子了？别因小失大呀！话里话外带着威胁。董明浩愣了片刻，脸色铁青，最后还是恨恨签了字，嘟囔着离了。你就等着靠这点钱过活吧。我笑而不语，任他冷嘲热讽，只等到热腾腾的离婚证握在手里，才淡淡开口：市郊要建度假村，你知道吗？早就听说了，那可是重点项目，姐夫准备带我分一杯羹呢。我挑眉看着他那副鼻孔朝天、志得意满的模样，丝毫不生气。你知道度假村在哪儿吗？朝霞山啊。哦，你还记得我家在哪吗？他脸上笑容一僵，猛地反应过来，一脸戒备。我告诉你，我们离婚协议可是公证过的房子，我是不可能给你的。我轻笑，语气悠然，房子我不要，我只是想告诉你，朝霞山可是我家的地，政府征收给了赔偿款，你猜多少？他表情一僵，咬牙问多少？我伸出一只手，笑得眼睛弯弯，500万？不可能吧？呵呵，哪有那么少？是5个亿。他差点没站稳，结结巴巴地说也就5个亿嘛。刚说完，忽然扑通一声跪下，死死抱住我的腿，哭得声泪俱下。老婆，是我错了，离婚只是想吓唬你，我根本没想过要真分开，我们不离了好不好？我是真心爱你的，咱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我再也不提送走小宝的事了，我怎么甩都甩不开，打也打不洞。周围的人越聚越多，正当我准备报警时，一只飞脚把董明浩踢得翻滚出2-3米远。我回头一看，忍不住惊喜地喊表哥，表哥只是淡淡点头，语气不紧不慢，怕你离婚不顺利，我特意跟着来了。有表哥在身后撑腰，我心头那块大石终于落了地。走上前，看着捂着肚子打滚的董明浩，伸出手，他满脸欣喜，以为我心软要拉他起来，谁知我啪的一声拍掉他的手车钥匙给我。董明浩彻底崩溃，冯绵绵，你都那么有钱了，还非得要我那辆破车？我嘴角勾起一丝笑意，离
婚协议可是公证过的，属于我的就该给我。虽然让他知道了赔偿款的事，解了我一口恶气，但也有些不妥。回家后跟爸妈一说，爸哈哈大笑，怕什么？他想，打什么主意也得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果不其然，董家人哪肯善罢甘休，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找到了我家的地址，跑上门来，大闹一场。尽管整座山都被镇府征收了，可我爸在谈判时还是坚持要求把我们家的那块宅基地保留下来。那是座靠近度假村却不属于度假村开发范围内的独栋小别墅地段偏僻独立清静。董明浩和李翠香多次登门赔礼，低声下气恳求和解，都被我们家拒之门外。他们把好听的场面话说进谏没效果，李翠香便又使出她那惯的拿手好戏，坐地撒泼，哭天喊地。只可惜这地方偏僻的很，周围就我们这一户没有街坊邻居能看他上演母子情深的好戏。眼看没人看热闹，李翠香便是让董明浩上场。只见他抱着一大捧玫瑰花，跪在别墅门口，摆出一副不开门就不起来的架势天宫，似乎都看不下去了。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我一边喝着热牛奶，一边站在窗边欣赏董明浩这副落汤鸡模样，还顺便给他掐着表，5分钟、10分钟、15分钟、23分钟。果然他连半个小时都没撑，是住就灰溜溜地站起身，抱着花狼狈逃走。第二天的场景更是荒唐可笑，李翠香带着大包小包堵到别墅门口，身后还跟着一群举着摄像机和手机的记者。这是打算靠舆论逼压我们？我正疑惑董明浩怎么没露面一个担架，突然被抬到李翠香面前，我没忍住笑出声。原来在这躺着呢。道具到位，镜头一对准，李翠香立刻进入角色，声泪俱下：闺女啊，妈想你了，让妈见见你吧。你看，这些都是妈给你带的好吃的，这山里哪能买到啊？还有小宝啊，自打出生妈就只见过一面，不知道我这大孙子还认不认得奶奶。明浩也想你呢。昨天淋雨发烧了，糊里糊涂的念叨着，你就让我们见你一面吧，妈以后再也不说那些混账话了。你永远是妈最爱的宝贝闺女，妈这辈子都会对你们母子俩好的。我听着听着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哪里是爱我们，分明是惦记我们家的钱吧。躺在架上的董明浩也不甘示弱，虚弱地捂着胸口，断断续续地咳了几声，手颤巍巍地举起来，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可惜他声音太小，我听不清楚。记者们是旁边咔咔咔猛按快门捕捉画面，我心里不禁感叹，姜还是老的辣啊！幸好我爸有远见，就在他们演得起劲的时候，我爸带着一队戴着白色安全帽的工程队回来了。那些工程人员一进场立即开始清场，要求李翠香一行人删掉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理由是这里属于重点项目施工区域，外来人员不得随意进入拍摄，否则将以泄露商业机密罪起诉媒体人。一听这话，哪还敢多待，纷纷当场删除文件，挨个检查确认没问题后，赶紧落荒而逃。李翠香却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死死拉住一个记者不让走，结果人家早已烦透了，他推推搡搡，甩都甩不掉，把他推倒在地，场面一度混乱不堪。李翠香带来的那些包裹也被踢得东倒西歪，散落一地。他又开始嚎啕大哭，哭天喊地，作孽哟！这就是仗势欺人啊！可董明浩演不下去了，怕再闹下去他妈会闹出更大乱子，只得从架上爬起来，拖着李翠香灰溜溜地跑了。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我爸请那些工程人员进屋喝茶，他跟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关系好得很，那些人也都给足是了面子。我下楼向他们真诚致谢，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人家毕竟帮我解了一场燃眉之急。我顺便稍作解释，说是听我前夫讲，他和一个叫吕建斌的人想在这个项目里捞一笔，我怕他打着看我的幌子，其实另有图谋。没过几天就听说吕建斌好不容易拿到的投标资格被取消了，可怜他前阵子刚花了大笔资金成立建筑公司，第一次接触大项目就被我搅黄了。吕建斌知道消息后不仅不生气，反而笑嘻嘻的给我打电话，绵绵啊，我的好绵绵，只要你开心，公司都可以送给你玩，你还记得答应我的事吧？我帮你逼董明浩跟你离婚，你就跟我在一起，我花钱找了个小妞陪他，他才不会再惦记你。现在你们离婚，说
公了，咱俩该兑现诺言了吧？放心，我这就跟董倩倩离婚，我们一起去民政局领证。我又一次感叹金钱的力量真是无所不能。本来还想着要生个孩子才能，上位现在连这不都省了，直接转正，真是讽刺至极。可我记得我当初说的是把孩子给你，什么时候答应过要嫁给你？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了，不就等于你是人也归我了吗？别害羞了，我知道你这是欲擒故纵的小把戏，可惜他没想明白一件事，我说的孩子可不是我的孩子，我反手就把私家侦探调查出来的。他情妇和私生女的照片发给了他这个女人，给你生了孩子哦，要不要我先跟董倩倩说一声，让她扶正吕建兵，见自己底细被揭穿撂下，一句冯绵绵你够狠，便彻底消失了踪迹。但我知道这是远未结束，因为董家最能折腾的董倩倩还没出手。可我一点也不怕私家侦探传来的调查报告，足以让他们彻底翻不了身。几天后，董倩倩果然放出了大招，一个标题悄然登上热搜榜，知名女网红自曝孩子被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说的是她亲生的孩子呢。她在直播，哈，尖哭素素颜出镜，鼻头和眼下都涂了腮红，红红的配合着她，抽泣着讲述悲惨故事，不时掉下几滴泪水，可真是梨花带雨，叫人心疼。她嘴里把我塑造成了无理取闹不让婆婆看孙子的狠毒弟媳，说什么我娘家一心报复，逼迫离婚带走孩子，还生怕她老公分走家产，连她所有的存款和车都要拿走，甚至还是要老公每个月支付高额抚养费，可谓欺人太甚。她的粉丝们大多是冲着她美貌而来的男人，一看女神如此可怜，都下意识代入成董明浩，顿时对我恨得牙痒痒。有好事者人肉出了我的个人账号信息，一经扩散，成千上万的粉丝蜂拥而至，他们像潮水般涌进我的主页，开始在我寥寥无几的视频下肆意刷屏恶评。在我露脸视频下，他们骂我是妖精；脸潘金莲在我晒美景美食的视频下，他们骂我是拜金女，追求享受贪图富贵，更有甚者口出恶言诅咒我去死吧，迟早要遭报应。但在私信界面画风却骤然一转，不少男人对我表达爱意，说是对我一见钟情，想要深入了解，甚至还慷慨表示不介意我离过婚，婚还带着孩子。我故意试探着回复他们，那你能接受婚前财产公证吗？他们却立马翻脸，破口大骂，说我臭不要脸，真有心机。这反差让我无奈地摊了摊手，苦笑着摇头。可这时董明浩却发来消息，趾高气扬的耀武扬威，你也看到了吧，民意如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别害怕，只要跟我复婚，这一切误会自然就会烟消云散。现在是周末，民政局不上班，他甚至提议那就下周一去，怎么样？误会和这分明是你们恶意引导操控的结果吧。我忍无可忍，果断反手一个拉黑，却迟迟没有公开回应，就任由事态发酵，直到这场风波彻底出圈，引发了广泛关注，连一些原本只是路人甚至是董倩倩的粉丝也开始对这件事产生兴趣。我看到评论区里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便知道时机成熟，于是毫不犹豫将早已整理好的证据合集发送出去。虽然当初在董家时他们抢孩子多是靠言语挑衅，我并未留下直接证据，但后续的聊天记录足以让人一窥事情的全貌。第一次大家看到了如此荒谬至极的抢孩子理由，有人相信，有人质疑，对相信我的人我心怀感激，对质疑的声音我懒得理会爱信不信人一旦陷入自证的死循环，越多的解释和辩解只会给对方提供更多弹药，最终反倒成了他们的共谋。我要做的是主动出击，既然董倩倩最大的武器是那拥有100万粉丝的账号，那我就要让这武器哑火，彻底沉默，他还能引导神什么舆论呢？可在让他闭嘴之前，我还想看一场好戏。我又单独发出一张照片，吕建斌和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在游乐园里的亲密合影。虽然女人和孩子的脸部都打上了马赛克，但三人亲密的姿态一看就像是一家3口配的文案，也是直白到刺眼。姐夫都有孩子了，为什么还要来抢我的？最后我又无意的在评论区回复了一条路人评论，别胡说了，姐夫可疼那个孩子了，他可是给他买了市中心最好的皇家私立小学学区房呢，还是楼王顶层的大富，是
套房这信息留下的清清楚楚，立马就有大批吃瓜群众跑去通知董倩倩。董倩倩果然坐不住了，再次开了直播，镜头里的她虽然浓妆艳抹，却掩不住那双眼里的憔悴和疲惫，这样的落魄比任何滤镜下的泪妆都更真实更刺眼。想想也是，自以为夫妻同心互相成就，结果男人早已金屋藏娇，自己这边还要苦心积虑帮他抢个孩子养老送终儿。董倩倩这一场直播简直像是捉奸现场，她带着一帮彪形大汉闯了进去，连我前夫董明浩也混在人群里，只不过说他脸上并没有那么愤慨，反而透着一丝心虚，恐怕是想起了自己当初被吕建斌介绍的小三吧。到了我报出的那个地点，董倩倩一脚踹开门，果不其然，迎面而来的正是照片里的那位风情少妇。客厅中央挂着3人合影，画面温馨到刺眼，董倩倩瞬间失去理智，扑上去又撕又打。吕建斌听到动静，慌忙裹着浴巾从房间冲出来，上前拉架，屋里乱作一团。其他人也不闲着，甩棍棒球棍齐上阵，满屋乱砸。直播间里人声鼎沸，跟着起哄，就是这贱人敢勾引我们倩姐的老公。家人们点点关注，为倩姐出气。直播间的人气疯狂飙升，镜头东摇西晃，想要记录下屋内的每个精彩瞬间。就在这时，平台系统强制关播了提示，内容过于暴力。我拍了拍手里的瓜子碎渣，意犹未尽地叹了口气。很多人仍在期待下一场直播，可我知道没有下一场了，董倩倩的网红生涯就此终结。落幕于一片狼藉之中，很快就有人发现董倩倩那拥有100万粉丝的账号消失了。起初粉丝们以为她想不开，被负心汉伤透了心，所以申请注销账号，纷纷在相关帖子下留言7天之内还能撤销注销，大家赶紧劝劝他吧。可还没到7天，一则蓝底白字的官方公告炸了出来，赫然写着董倩倩、吕建斌知名网红偷税漏税5000万，众人边骂边感叹，网红真能赚啊，光是漏的税就有5000万，那实际收入得有多少？真是想都不敢想。我也愣住了，虽然举报他们公司偷税漏税的是我，但也没想到金额会这么大。原来董倩倩和吕建斌真是贪得无厌到极点啊！他们很快补缴了税款，外加一大笔罚金，董倩倩的账号被封，和做品牌纷纷解约，没有了收入来源。而吕建斌的网红经纪公司还背着一大堆员工要养活新网红，根本来不及培养，资金链彻底断裂。再加上他投了大笔资金的建筑公司只能接些小工程回报，远不及预期。撑了一阵后，公司宣布破产倒闭，还欠下了数千万的债务。私家侦探传回的消息说，吕建斌的情妇早有预感，第一时间就带着孩子和一大笔钱跑路去了国外。而董倩倩作为共同债务人，这辈子都得被这笔巨债压得喘不过气。他们卖房卖车卖奢侈品，最终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从昔日万人追捧、生活养尊处优的顶流，到如今一落千丈、收入减难，董倩倩的生活彻底崩塌。她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脾气发暴躁，天天在家吵闹，工作没了，老婆孩子也因为他姐姐的事跑了的董明浩再也不顺着他了。姐弟俩天天在家争吵不休。李翠香在家一犯心脏病就得去医院，而去医院就得花钱，他们为了一点医药费推来推去，吵得更凶了。而我凭借着那场舆论风波积累下来的大批粉丝，悄然开启了育儿博主的全新生活。在家专职带娃的日子里，我分享着育儿心得、母婴好物推荐、辅食制作的小妙招，日复一日，渐渐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妈妈，靠着广告和推广实现了财富自由。然而纵使日子过得光鲜亮丽，总有人酸溜溜地说，二婚带娃的女人再嫁也没人要吧。这些冷嘲热讽还不等我回应，粉丝们早已蜂拥而上，替我对了回去。为什么非得再结婚呢？有钱有娃，不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吗？董明浩也不是没找过我，还是老一套，跪在别墅门口苦苦哀求的。这次不同了，他不用再装可怜，因为现实早已把他折磨成了一个满脸颓丧、头发凌乱的中年男人。可就算这样，见到我的第一面，他还是习惯性的用那
带着威胁的语气说话，绵绵你也得为孩子考虑一下，他也需要一个有父有母的完整童年。我没说话，只是缓缓推开大门，让他一眼望见客厅里的景象。是明亮的落地窗下，小宝穿着限量版的婴儿服，正坐在比半个客厅还大的游戏围栏里，和外公外婆开心地玩闹，两位育儿嫂守在一旁随时照看。而这一幕像一把锋利的刀扎进了董明浩的眼睛，我淡淡地看着他，你觉得小宝还需要你吗？一个曾经想把他送走的爸爸，连他的一匹木马都不如董明浩的眼。神暗淡了下去，还想张口解释什么，可我已不耐烦，直接让保安把他拖了出去。他还在门外挣扎嘶吼着，绵绵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会好好守护你和小宝，我会努力做一个称职的爸爸，不全职奶爸。我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耳朵，真是聒噪至极。男人啊，说来说去也就只会嘴上功夫而已。后来关于他们一家人的消息再次传来时，已是在一纸蓝底白字的官方公告上，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他们一家人全都进了监狱，想要东山再起，何不过是走了歪门邪道，最终跌入深渊罢了。一代大网红的陨落，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可对我来说，却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了心口。我终于彻底摆脱了这群贪婪的恶狼。我低头亲了亲小宝柔软的小脸蛋，心底涌起无限柔情。为母则刚，我给了他生命，而他也让我成长，属于我们的全新人生，终于在这一刻缓缓展开了序幕。